1938年，香港卜公码头，这里是中环毕打街的尽头，繁忙的维多利亚港，闷热的空气也掩盖不住阴郁和压抑的气氛。一名戴着金丝边眼镜、穿着得体讲究的西装、气质儒雅的男人，提着一个皮箱走下码头。没有人认识他，也没有人接待他，他就这样毫不起眼地汇入茫茫人海。从此，香港的商界多了一位叫做杨连安的商人，但在千里之外的延安，他的真实名字叫秦邦礼，是中共前总书记博古的亲弟弟。消失在人群中的杨连安，恐怕自己也不会想到，此行创办的事业会在未来80多年，在商业资本这条没有硝烟的战线上，影响着东亚局势的走向，最终成为一家总资产超过2.6万亿和42万员工的资本巨人，位列共和国4大财阀之一的华润集团。每个中国人在自己的一生中都必然会与华润集团打交道，无论是你喝的啤酒，还是购物的超市，无论是住的房屋，还是救命的医药。正如韩国人离不开三星一样，中国人的一生也同样离不开税收、死亡和华润。今天的视频将为您讲解中国财阀秘史之华润集团，这家以毛泽东之子命名的中共党产是如何成为控制着整个中国进出口的影子外贸部。揭秘这个多元帝国的中国财阀不想让你知道的事。华润集团的传奇10之8九都围绕着一个人和一座城——杨连安与香港。作为一座自由港之城，这里受益于日本与英国尚未开战，艰难维持着脆弱的和平。随着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大陆的精英阶级和财富资本纷纷南下香港，寻求一线生机。1938年是中国近代史上绕不过去的深渊。这一年初始，淞沪会战伤亡的30万将士尸骨未寒，南京大屠杀的噩耗又紧接传来。6月，愤怒的黄河水从花园口决堤而出，无辜百姓浮尸80万，上千万人流离失所，沦为难民。11月，一把大火焚尽长沙古城，3万人葬身火海。一边是日军攻城略地，一边是山河破碎。战场上的节节败退，背后隐藏的是中国工业可怜的家底。同一时期的世界，美国强劲的制造业开始爆产能，工业产量超过世界总份额30%。英国的蒸汽机车已经可以达到20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日本的航母正巡歌在东海，从加贺、赤城2艘航母上起飞的战机肆虐在上海、南京、苏州、杭州的上空。哀鸿遍野的中国，在亡国灭种的绝望下，终于联合起全部力量。对峙多年的两党展开第2次国共合作，允许共产党在国统区建立八路军办事处，其中就包括1938年建立的香港办事处。这一年的夏天，陕北延安，中共组织部长陈云突然召见了一位年轻人。这位叫做秦邦礼的青年干部，此时正任教于中央党校。在陈云的摇动中，两人进行了一番秘密谈话。年轻的秦邦礼被授予一项特科性质的任务，前往香港开设一家公司，与香港办公室互为表里，为中共输送和转运物资。为什么选择秦邦礼？第一个原因是他身为党内高层博古的亲弟弟，既可以保证其忠诚度，也可以肥水不流外人田。第二个原因是秦邦礼非常善于商贸之道。早在中共井冈山时期，秦邦礼就以陈云给的2根金条起家，在上海开设米盐纸店多家商铺，药房生意远至广东汕头。无论是出身还是资质，秦邦礼都是不二人选。在这个晚上，秦邦礼脱下军装，换上久违的西装革履和金丝眼镜，摇身一变成为杨连安，连夜启程，朝着2000多公里外的香港进发。当时的八路军已经急速膨胀到16万人，星罗密布地分散在山西和皖南的山区中。客观上来说，他们是在物资极度缺乏的困境中艰难作战，而来自国民政府的资助又极其有限，因此共产党急需解决这一难题。这也是杨连安香港之行最紧迫的工作。来到香港短暂安顿好后，夏秋之交时节，杨连安选择在热闹的甘诺岛创办了联合行。杨连安出生于1908年的无锡，而在无锡话中，联合与连安近乎同音。当时中共在香港共有3套组织系统，其一是地下党组织，其二是情报机构，
其三是商贸系统。联合行就是商贸系统的核心。此时，香港云集了大量来自江浙沪的富商及其家属。操着一口吴语的杨连安并不引人注意，带着仅有的2个员工和不到10平方米的店面，一代财阀巨头就此起航。杨连安并不能算是白手起家，他背后不仅有中共的秘密支持，并且此时在香港，由宋庆龄和何香凝倡导的保卫中国联盟已经成立。来自全世界近4000个华人社团支援的各种物资，已经在保盟的仓库里堆积如山，只待转运至战争前线。联合行表面上经营香港最流行的南北杂货，私下想尽一切办法为中共筹集紧缺物资，其中既有出资购买的，也有来自海外华侨的捐款和物资。当香港八路军办事处被港英政府查封后，联合行独立承担了全部工作，不仅转运物资，还转运自愿来帮助中国的国际医生，其中就包括著名的白求恩。联合行转运至敌后游击战区的物资可不止粮食弹药这么简单，从电子管到 X 光机，从鞋袜到军毯，从运输车到发电机，联合行正如其名，什么都能搞到。这也为日后华润集团的多元发展奠定基石。联合行刚步入正轨，没多久，广州、武汉相继沦陷，香港北上的道路被彻底断绝。杨连安只得绕道越南，再经由广西、贵州、四川进入陕西。这是一条今天看起来都相当具有挑战性的长途跋涉。不得不说，杨连安有相当出色的能力。1939年9月18日，10辆满载物资的卡车驶入延安。杨连安甚至为八路军搞到了当时最先进的 X 光机、显微镜和发电机。不久后，越南海防港被日军轰炸，联合行的商队继续绕到缅甸仰光。全面战争爆发之后，香港事实上成为国共双方共同的战略基地。全球华人和盟国支援的物资从这里源源不断输送进大陆。香港不仅是中国最重要的生命线，也是日本势在必得的眼中钉。1941年11月，日军开始指定对香港作战计划。12月，日本联合舰队在总司令山本56的率领下，悍然发动对美国珍珠港的偷袭。眼前的胜利让日本以为美国太平洋舰队从此一蹶不振，西太平洋已是囊中之物。于是，在偷袭珍珠港几小时后，日军从今天深圳宝安出发，突袭香港。驻港英军、印度陆军和加拿大军队组成的香港方面军队，在抵抗无望后选择投降。这一天是12月25日，香港开启日战时期。还未散去的硝烟中，无数香港人面临命运的选择，杨连安也陷入困境。背负着秘密使命的杨连安知道，香港是绝不能再待下去了。联合行的历史使命也暂时告一段落，但他手上还有一大笔钱需要上交。他决定铤而走险，把能藏的现金都缝在衣服中。妻子带着孩子和失明的婆婆，一家人乔装成难民蒙混过关，徒步6个月，北上广州，然后辗转前往重庆。此后，直到战争胜利，杨连安一直以中共党属商人的身份为共党赚取了大量利润，尤其是通过轮胎和桐油生意。日军投降后，杨连安向周恩来汇报，几年间他竟获得超过1000万法币的货值，这在货币尚未贬值的年代，真可谓是一笔大数目。抗战胜利后，杨连安再次重返香港，继续挂起联合行的招牌。内战开始后，联合行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其主要任务转变为用企业利润补贴中共财政，同时建立海上运输力量。后者的原因是中共继续建立一条东北和香港的运输通道。1947年，解放军攻占东北，这里立即成为中共手中最重要的战略后方。中共想要跨越华北、华中、华南，建立一条东北与香港的贸易通道。掌管东北财政大权的陈云和杨连安密切配合，在国民政府的眼皮子底下精心设计起一条贸易路线。这条商贸线路大体上是这样的：联合行想办法出售东北产出的粮食、大豆和猪鬃，特别提到猪鬃在当时是一种军需物资，用来清理火炮和枪管的火药残渣。除了货物，中共还将大量黄金随船偷运至香港，然后联合行用这笔黄金和赚到的钱到市场上购买药品、医疗器械和化工原料等，再运回东北和中原战场。具体的路线和方法是这样的：
东北各类产品先在哈尔滨集合，然后由火车运输至朝鲜平壤，再换汽车马车前往朝鲜东北角上的罗津港，从那里装上2艘3500吨级的商船，悬挂起苏联国旗，一路南下抵达香港。就这样，一条隐秘而规模庞大的走私路线搭建而成。恰巧此时，黄豆和猪鬃是国际市场上的抢手货。联合行和新成立的联合进出口公司日益壮大，1948年正式更名为华润公司。最初的寓意取自中华和毛润之，但日后为了削弱红色财阀的烙印，改为中华大地雨露滋润之意。在国共内战期间，华润公司是中共极为重要的一条输血线。东北的农业产品和苏联援助的黄金，在这里摇身一变，成为射向国军的子弹和各种战略物资。而在国共内战中搭建起的进出口贸易模式，也在不久后成为新生共和国的外贸体系雏形，即出口商品由政府计划组织统一购买、统一销售，进出口物资的具体商业活动由贸易公司牵头，也就是华润公司来执行。国民政府退守台湾后，新生共和国被封锁和禁运，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华润主导的外贸举步维艰。香港再一次成为中共唯一的贸易枢纽，华润的经营范围也再度扩大，利用香港自由港的地位为中国采购大量生活生产物资，同时将国内的农产品、丝绸和煤炭出口。秦邦礼、杨连安、杨林，这3个名字指的都是同一个人。1952年，他离开一手创建的华润，调入外贸部综合计划局任局长。此后一直从事对外经贸相关的工作，直到1968年突发心肌梗塞去世。可以说，从1952年开始，属于无锡商人杨连安的传奇落幕了。但关于华润集团的财阀崛起之路才刚刚开始。华润集团，严格来说，这家建立在中国版图之外的公司，将在接下来的30年中扮演中共影子外贸部的神秘位置。内战的伤疤还未完全愈合，朝鲜半岛战火又起。中国军队和美军虽然在战场上勉强维持了军事，但巨大的伤亡差距依然凸显了中国贫瘠的工业产能。于是，周恩来和陈云主持制定了155计划，借着苏联156援建的东风，开始发展中国工业体系。香港虽然依然是英国政府控制，但天然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渊源，让这里成为中国仅存的对西方贸易窗口。然而，想要从其他国家购买先进设备和工业材料，必须要有外汇。蹩脚的苏联工业产品无法满足中国的建设需求，因此中共需要香港作为中转站，暗中进口国外设备。根正苗红的华润不出意外地被选中，成为全国出口贸易的总代理。从1953年开始，中国内部形成了一套高度集权的外贸模式。首先由国营公司去各省市采购货源，然后统一送至海关，交付到华润手中。接下来就由华润协助口岸定价，并具体安排和执行交易。这种模式意味着一个庞大国家的外贸高度集中在一家公司手中。打着计划经济旗号的中共，却在背地里扶持起一家纵横在市场经济的巨头。身为党产的华润，勤勤恳恳地利用香港这个自由贸易港，为中共持续不断的输血，即使在疯狂的文革期间也不曾中断。1957年，华润筹办了第1届广交会。60年代在国际市场上采购粮食，以应付大饥荒。1973年开始使用期货交易原糖。等到1978年改革开放的时候，华润的贸易额已经飙升到30亿美元以上。此时，华润内部分为2大部门：进口部和出口部。进口部包括五金机械、化工原料等小组，出口部设置土产、矿产、饰品、杂物、丝绸、茶叶、粮油、畜产等小组。从2个部门的具体品类也能看出，中国彼时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依然是落后的原始资源国。华润此时在经营品类上堪称多元，但在商业战略上依然单一。本质上，华润还是一个利用中共特权获得垄断地位的政府部门，但也和千千万万其他计划经济的遗留一样，当市场经济的大潮席卷全中国的时候，华润也必须做出改变，适应汹涌而来的洪水。华润的存在隔绝了国内市场和世界经济的联系，而在全面拥抱市场经济的80年代，旧时代的华润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要么退出舞台，要么全面转型。
随着中央一纸命令发出，华润赖以为生的外贸总代理权被剥夺。但是根植于香港的华润，在几十年的自由经济的浸淫中，早已对自由贸易制度熟稔，并且拥有过去积累的现成西方客户。于是，华润在1982年开始全面实行现代企业化。次年，位于港湾道26号的华润大厦落成，以这里为总部，开始了华润集团走向资本帝国的财阀之路。在华润改革的初期，这家巨头也陷入盲目实业化的泥潭，旗下子公司数量迅速膨胀，产业日渐臃肿，财务情况也开始失控。然而，依靠香港发达的资本市场，这座城市又一次挽救了华润集团。华润旗下的华润纺织早年入股了一个叫做永达利的上市公司。1989年，华润派出宁高宁空降永达利，在他的资本运作下，陷入财务危机的永达利起死回生，并在1992年更名华润创业，成为第一家华润旗下的上市公司。邓小平南巡后，中资企业掀起赴港上市的热潮，对党最可靠，同时也最有国际视野的华润再一次被党中央选中。在大力扶持下，拆分出华润励志北京置地五丰行上市，正好赶上了香港大牛市。华润从资本市场中撷取了巨额财富。在现代中国史上，2001年是一个重要年份。伴随着国足走向世界的，还有加入 WTO 后的中国经济。一个13亿人的完整大市场，是2战以来人类创造的最大经济红利。也是在2001年，华润迎来一位真正的赵家人，中共经济沙皇陈云的女婿陈新华。他将深耕香港半个世纪的华润全面引进中国内地，有着丰富的市场经验，带着巨额的天量资金。21世纪的华润开始在中国内地资本市场中开启了一场逐鹿中原的血洗。当时华润旗下涉足9大行业：地产、食品、啤酒、石化、零售、纺织、水泥、电力、微电子，全面向中国内地扩张。其中最经典的当属雪花啤酒一战。1993年青岛啤酒上市时，招股说明书被华润高层看中。当时中国的啤酒市场一度有800多家品牌，竞争混乱，而受限于啤酒较高的运输成本，一个啤酒品牌的销售半径不超过200公里，因此尚未出现全国性的大品牌。而手握重金的华润一口气收购了37家啤酒品牌，短时间内覆盖全国市场。最终以沈阳的雪花品牌为旗号，斥资上亿元营销推广。实力不成正比的其他地方品牌在雪花的攻势下溃不成军，分散为100多个品牌的青岛啤酒也独木难支，拱手将行业第一让给了华润。除了啤酒之外，华润电力和燃气和子公司都利用香港源源不断的资本输血，在内地进行大规模行业整合。从喝的怡宝矿泉水、雪花啤酒、太平洋咖啡，到治病养生的东阿阿胶、999感冒灵，江中健卫消食片，从重资产的电力、燃气、水泥到服务业的超市、购物中心。华润进军中国内地20年后的今天，华润终于做到了让每一个中国一生中都离不开税收、死亡和华润。时间回到80多年前的那个夏天，不敢以真名示人的秦邦礼，当他第一次踏上香港的土地时，他的目标只是建立一个带有情报部门性质的走私窗口。但当时代的大潮涌来，特权垄断的加持下，即使是出身自根正苗红的中共党产，也可摇身一变成为资本大鳄。年纪轻轻死于意外的伯古，并没有在中共的历史上留下太大的印记，但他弟弟创建的联合航却在计划经济的阴影下，对中国商业造成深远影响。翻看华润的崛起之路，最应该感谢的不是中共赋予的特权，而是香港独立自由港的特殊地位。这座混血而生的城市为华润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营商环境，孕育了一代财阀，也改变和挽救了无数中国人的命运。